小马哥、上雪山、替亚瑟、杀麦狗、立寒风、新四铁、战歌响、血债偿。就在几天之前，女武神沙迪忽然来拜访约翰，他发现了叛徒麦卡的行踪。约翰等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终于可以去为亚瑟报仇了。阿比盖尔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说什么也不同意约翰前去冒险。今天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，他实在是不愿意就此断送。但约翰就好像是铁了心一样，不顾阿比盖尔的苦苦哀求，执意要去为亚瑟报仇。因为约翰知道，如果没有亚瑟，就没有他们的今天。不杀麦卡，他良心难安。约翰、沙迪、查尔斯三个人骑上马，向着麦卡所在的雪山进发。他们风餐露宿，日夜兼程。几天之后，终于来到雪山脚下。没想到刚到这里就遭到了麦卡手下的伏击，查尔斯不幸中弹受伤。面对狙击手强大的压制，约翰和沙迪只能谨慎前进。等找到狙击手的位置，约翰果断开枪，一枪把敌人带走。接下来，约翰、沙迪互相配合，一路厮杀。他们此刻无人能敌，只要有人敢阻挡，瞬间就被他们给秒掉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杀到山顶。没想到沙迪突然被人给扑倒，约翰刚想上前营救，却被另一个人给缠住。眼见沙迪危急万分，还好查尔斯及时赶到，把他给救了下来。查尔斯和沙迪两人都先后受伤，看来只能约翰一个人只身前往去复仇。约翰才走2步，麦卡的手下乔就带着人拦住了他。约翰不跟他们废话，直接开枪把他们都带走。接下来敌人越来越多，但约翰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约翰跟他们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麦卡这几年藏在大雪山招兵买马，准备成立一个大帮派，没想到今天却让约翰给一窝端了。最后约翰来到一个小木屋前，他猜测麦卡应该就藏在里面，于是就向里面喊话。不多时，麦卡就从里面走了出来。麦卡还跟以前一样嘴臭，一张嘴就口吐芬芳。约翰这些年心心念念的就是为亚瑟报仇，但面对麦卡的挑衅，他却异常的平静，因为他知道麦卡可是一个难缠的对手。此时他说这些话就是在故意刺激他。见约翰不肯上当，没办法，麦卡只能先动手。约翰见状连忙躲闪。该说不说，麦卡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，但他的实力却没得说。约翰简直是被他完全压制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开枪。就在约翰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女武神沙迪走了出来。现在是1对2，毫无胜算，麦卡只能缴械投降。本以为这一切都该结束的时候，点子王达奇却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趁沙迪分心之际，麦卡立刻把他给制服。达奇突然在这里现身，是约翰始料未及的。看来事隔多年，达奇还是选择和麦卡合作，在这雪山上招兵买马，继续与这个世代抗衡。此时形势对约翰相对不利，他既要对峙麦卡，又要对峙达奇。于是约翰就向达奇喊话，企图用过往唤醒他的良知。他说：“我们为你卖命了那么多年，今天变成这样也不是我们的错。你想想亚瑟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就应该知道谁是叛徒。”听到这里，达奇沉默不语。Say something, Dutch. Say something. I ain't got too much to say no more. You shot me. You shot me pretty good. 约翰拿起枪，把所有的仇恨都射在麦卡的身体上。这一个害死亚瑟的凶手，导致帮派覆灭的叛徒，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约翰向达奇表示感谢，达奇却一言不发，只是盯着约翰头上那顶熟悉的帽子看了一眼，然后就离开了此地。达奇把大量的钱财都留了下来，约翰整整装了2大包。看来达奇追求的根本就不是钱，而是西部狂野的生活。接着约翰几个人返回比彻之院，荒野大镖客2的故事也即将画上句号。约翰和阿比盖尔如期举行了婚礼，众人都一同见证了他们的幸福。不久之后，查尔斯与众人告别，他准备北上加拿大寻找自己的幸福。接着沙迪也选择离开，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发展自己的事业。玛丽贝斯凭借自己的才华，成为一名畅销小说家。蒂莉在圣丹尼斯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属，她嫁给了一名律师，还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厨师皮尔逊在罗兹镇开了一家杂货铺，在杂货铺的墙上一直挂着帮派成员的合照。亚瑟虽然已死了多年，但玛丽灵顿依然无法忘记他。印第安的酋长洛宇时常仰望天空，只为了寻找那一只翱翔的飞鹰。而与此同时，平克顿探员罗斯经过多方的打探，终于找到了比彻之院。荒野大镖客2的故事也到此结束。